心心念念的 N500这次在包装箱里面增加了一个手提袋，它很不起眼，但是开箱的时候我的手腕真的不痛了。如果你也摔过音箱，你就能够知道这个袋子有多么重要。第一次触摸到 N500的表面，指尖传来的是好柔、好细腻、好滑，有点不太好形容是什么材料的触感。而且这层覆面表面没有看到纹理，想拍一个特写不得不用硬币才能够对焦。电源线的长度是175厘米，是新国标的结构，音箱内端是8字插头。USB 数据线有120厘米，是双 C 头的线，配了一个 A 转 C 的插头。模拟音频输入线长度有165厘米，是标准的立体声音频插头。副音箱的输入线长度有300厘米，有防插反的设计，虽然不容易插反，但是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这一会儿说。N500系列只有2个配色，有丝绸白和缎面黑，都是经典的百搭色。脚垫虽然是海绵做的，但是密度不算低，支撑的力度是足够的，而且也足够的柔软，能够阻碍振动波的传导，减小桌面的共振。实测它的仰角是有12度的。我不知道是批次的问题还是都是如此。N500首次开机，低音感觉不怎么放得开，有点像用手压住了喇叭的感觉，虽然不是那么明显，但是能感觉到低音弱了点，弹性还不够。如果你的那一台也有这种感觉，就可以先保个箱，然后再使用。刚才说的那个防插反设计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对宝箱你需要忍受比较吵闹的声音，因为你没办法通过正负极反接抵消宝箱的吵闹声。给 N500 做宝箱，起码做个48到72小时吧。去找一首低音比较多的音乐，然后音量加大到可以明显看见低音喇叭大幅度震动的程度，但是不用开到最大，让它自己循环播放几天，低音就会变得好听了。N500 比更早发布的 N300 体型明显大了很多，输出的功率也更大了。相比起 N300，N500 增加了同轴和光纤的数字输入，还增加了低音炮的模拟输出，但是它们的外观风格是一样的。N300 更适合小桌面的空间，因为 N500 比 N300 的宽度多出了33毫米，高度多出了44毫米，深度多出了78毫米。它会更适合大桌面、客厅的家庭影院，还有大屏幕的游戏系统。我来打破一个你的固有认知。N500 它的标注工作电压是交流100到240伏，你一定认为它只能用交流供电，不，它也可以用直流供电。先来看实验。交流电压升高到54伏的时候，其实 N500 已经启动了，不过还是得推高一点到60伏，再来让它工作，免得触发低压保护。在这个电压下，用最大的音量播放动感音乐，一点也不费劲。然后把电压持续推高到250伏，同样也可以用最大音量来播放。实验做到这里，已经能够验证 N500 实际可以工作在60到250伏之间，它是有很宽的电源适应能力的。但是还没完，切换成直流供电，正负极不用管，随便接。直流电压升高到74伏的时候， N500 就已经启动了，适当推高一点，让它在80伏工作。看最大音量可以播放。所以打开一下思路，如果你是房车的用户，可以不用买逆变器，因为多一个逆变器就多浪费一份钱，还有用电的效率。对于 N500 来说，如果有80到300伏的直流供电，它就可以工作。
而且很多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也能够工作在直流100到300伏，不用增加逆变器，只需要学一点知识就可以。我在调研 N500 关注点的时候有这么一条，希望看看待机功耗还有发热，因为它会经常忘记关掉音箱的电源。N500 虽然有100瓦的额定功率，但是所有的音箱播放不同的音乐，平均的功率是不一样的。就比如这个舒缓的音乐，我把音量开到最大，平均的功率也只有10几瓦。然而这个比较动感的音乐，音量在开到最大的情况下，平均功率上升到了20几瓦，但也不是很大。其实这是有规律的，低音才是消耗功率的大户，只有低音越多的音乐，功率才会偏大一点。N500 没有物理的电源开关，即使执行了关机操作，它仍然有 0.3 瓦的待机功耗。虽然不会产生很大的热量，但是长期不断电，电源模块的寿命是会很快被消耗掉的。如果不关机也不播放音乐，待机的功耗会有 3.3 瓦，在音箱里面是会慢慢积聚热量的。你看，在26度的室温下，连续播放24小时，音箱是有明显发热的。音箱的正面高音喇叭是温度最高的地方，有29度。音箱的右侧也是有29度。音箱的背面是主要的发热区，温度最高的位置在导向孔，有37度。音箱的左侧比右侧的温度更高一点，达到了32度。而且我测试过了，目前的固件版本不管有没有连接蓝牙，停止播放音乐以后不会自动关机。如果大家实在需要这个功能，可以多多向厂家反馈，但是最好还是养成好习惯，不用了直接切断所有电源，这个既能预防火灾，也能够更加环保。很多人一直说漫步者的音箱底噪大，而且左右声道音量不一致，就连粉丝也总在怀疑这个问题。那么就先测量底噪，我把蓝牙断开，其他通道也什么都不接，声压计距离音箱只有15厘米。嘘，先保持安静。现在显示的36 dBA 是环境噪音和摄影灯风扇噪音的总和。如果 N500 有明显的底噪，把声压计怼到喇叭上应该会有明显的变化，但是显示的是37 dBA， 只比环境噪音大了一点点，这其实不是底噪。喇叭的形状是会聚集声波的，摄影灯的噪音是被聚集增强了。现在把声压计怼到右声道，显示的还是37 dBA。 可能 N500 是有很微弱的底噪，但是人耳是听不到的。如果非要说增加的这1 dBA 是它的底噪，那么环境噪音比底噪大了很多很多。至于左右声道音量的一致性，为了排除音源和传输电缆的影响，这个测试用蓝牙连接，使用纯数字通道。现在是左声道，稳定下来显示的是 82.6 dBA。 现在换成右声道，稳定下来显示的是 83.2 dBA， 差距只有 0.6 dBA。 要知道我的房间是没有太多吸音材料的，这个差距很有可能是房间声波反射造成的声波叠加。所以底噪大还有左右声道不平衡的这个说法，至少在 N500 上可以终结了。这是 A 加权的声压计，测量单位是 dBA， 测的是人耳听到的声音大小。
不要跟厂家测试结果的 dB/SPL 混淆。N500 的遥控器是可以控制电脑音量的。我们先把音量开到最大。声压计是在人体坐姿状态的头部位置。40赫兹有89接近90 dBA， 55赫兹有72 dBA， 125赫兹有95 dBA， 1000赫兹有100 dBA， 8000赫兹有95 dBA。 这个声压计的测量结果都是在正常的范围内。音频延迟，我想是游戏玩家最在意的参数。同轴、光纤还有 USB 都属于无压缩的音频传输，理论上同轴光纤的传输延迟会比 USB 更低，所以我只对比蓝牙、USB 还有 AUX 模拟音频输入。现在你听到的是电脑自带喇叭的声音，这根黑线到达12点会有滴滴滴答的声音，建议用有线耳机来感受延迟的大小，因为无线耳机本身就会有延迟。操作 N500 除了用这个遥控器，还可以用主音箱后面的多功能旋钮，然后还能够用手机 APP 来操作。手机 APP 的设置选项里，你可以查看电子版的用户手册，然后是交换左右声道的位置。如果你的连接线都在左边，这个功能就非常有用。然后还能够查看蓝牙的配对记录，设置开机的音量状态，还有启动高清音频编码，也就是开启 LDAC， 然后是启动双设备的蓝牙连接和低音炮输出的电频设置，这个具体的电频值后面会测试。然后是设置提示音、定时关机、遥控关机、恢复出厂设置和验证防伪。在主页面里，3个固定的音效是音乐、电影和游戏。最后这个是自定义的 EQ 调节，是6段式的均衡调节，每一个频点都可以衰减或者提升3个 dB。最后还有遥控器的操作是可以和 APP 联动的。后面还有一些测试和拆解，我们先做一个完整的试听，但是千万别迷恋云试听，因为你永远无法听到我在现场的感觉。原因是你的听音设备和网络传输一定会引入失真，所以这个试听我们只对比一下蓝牙、USB 和 AUX 之间的细微差别。我在现场只感觉到了一点点的区别，你来自己听听看。
N500有2套执行标准，常规标准支持50到20千赫兹，HiRes 标准支持50到40千赫兹。我们简单的验证一下，这2个频率大多数人包括我是听不到的，所以得用一个 HiRes 认证的录音机来当我们的耳朵。先测试蓝牙连接，蓝色的指示灯表示是蓝牙连接。虽然听不见40千赫兹的声音，但是电频表和示波器可以清晰的显示录到了这个声音。测量的数据显示声音的频率是40千赫兹。切换到 USB 输入，指示灯是红色，电频表和示波器也能够清晰的显示这个声音。凑近看，测量的值是40千赫兹。切换到 AUX 输入，指示灯是绿色。手机的耳机输出先直接和示波器相连，测量的值是40千赫兹，证明手机是可以输出这个频率的。把示波器接回录音机，手机直接输出到 N500， 不过没有看到40千赫兹的输出。换成20千赫兹的音频文件，能清晰的看到有输出，凑近看是20千赫兹。最终的结果是蓝牙和 USB 能够输出 HiRes 的40千赫兹，同轴和光纤跟 USB 都是数字通道，推测也能够输出 HiRes。不过 AUX 执行的是常规标准，最高能够输出20千赫兹，但这并不代表 AUX 音质不好，只是采样率没有 HiRes 那么高。想一想 ，CD 光盘的采样率只有 44.1 千赫兹，但它却拥有不错的音质。N500不是面向专业领域的音箱，所以规格书并没有标注 AUX 的输入灵敏度，但是可以测量，不然心里总感觉不踏实。这2个孔只有右边是耳机孔，而左边是线路输出孔。通常不同厂家的线路输出电频值是一样的，但是耳机就不一样了。我播放同一个0 dBFS 的音频，在最大音量下，这台笔记本电脑耳机输出的是峰峰值 3.21 伏，然而这台 MacBook 输出的是 2.81 伏，这台 Mac mini 输出的也是 2.81 伏，但这台手机输出只有 1.69 伏。4个设备只有苹果电脑输出是一样的，其他的由于厂家不同，输出并不相同。所以音箱的 AUX 输入面临的是标准不统一的输入信号。注意看，黄色的波形是输入信号，青色的波形是喇叭的输出信号。当输入峰峰值在 5.5 伏以内，输出是线性跟随的，但是超过 5.5 伏以后，输出会被限制幅度，同时出现了薛顶失真。所以保守一些估算，这个极限值我们当作是峰峰值5伏，这相当于正 7.1 dBu 的专业信号和正 4.9 dBV 的民用信号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无脑的对接大部分的手机和电脑，还有专业和民用的线路输出。至于低音炮的输出信号，规格书也没有标注，但这个数值关系到你该选择多大输入灵敏度的低音炮。N500在连接到外置低音炮以后，自己的低音输出是会削弱的，所以灵敏度的匹配很重要，不然低音不仅没有增强，反而会变弱，可能会变得难听。这个测试用的是 USB 输入，因为数字通道有明显的最大音量边界，把音量开到最大，先测试最低的灵敏度。峰峰值大概是 1.7 伏，有效值大概是550毫伏。切换到中等灵敏度，峰峰值大概是 2.2 伏，有效值大概是700毫伏。切换到高等灵敏度，峰峰值大概是 2.3 伏，有效值大概是750毫伏。所以低音炮的输入灵敏度，你可以选择500毫伏、600毫伏、700毫伏都可以，这是最匹配的范围，别超过这个范围。
N500 靠近前的2分30秒是在等待数值稳定下来，靠近后的2分多钟数值没有增加，反而降低了，这证明了 N500 的材料里面不包含电离辐射的元素。N500 的遥控器用的是 2.4G 无线通信，总感觉比红外遥控器的耗电量更多。PCB 的正面是按钮区，用的是圆形锅载片，背面的芯片和电路都比红外遥控器要更复杂。在右上角是 2.4G 的天线，主芯片的型号不知道是 HB9265 还是 CW6134， 都查不到资料，很有可能是定制的芯片。通电以后电流有3毫安，几秒钟以后待机电流下降到了 0.98 微安，按下按键发射电流接近4毫安，松开按键运行电流只有 2.8 微安，最终回到待机电流1微安，甚至更低一点。普通的合格7号电池按1200毫安时来计算，1微安的待机电流能够待机137年。就算买到劣质电池，平时很少用遥控器，待机个2-3年是问题不大的。这是主音箱的指示灯，导线通过前帐板的这个小孔与主板相连。PCB 背面有密封垫， PCB 正面的双面胶粘性比较强。柔光罩下面是3色的 LED 灯珠。装饰面板的内侧有很多加强筋，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撑。副音箱装饰面板有 80.9 克，主音箱装饰面板有 81.6 克。切开以后能看到这些重量都用在了面板的厚度上，厚度达到了 2.89 毫米。中低音喇叭和高音喇叭有专门切割的密封垫，这有助于填充喇叭与箱体之间的缝隙，实现密封。高音喇叭是1英寸的丝绢膜球顶高音，振膜轻柔而且富有弹性。中低音单元是4英寸的，振膜是铝硼，铝硼上的防尘罩是柔性的。音圈有比较大的直径，而且行程也比较长。轻轻刮开上面的黑色涂层，能看到铝合金的颜色。这是中低音喇叭的丝印，实测交流阻抗是 4.78 欧。这是高音喇叭的丝印，实测交流阻抗是 8.29 欧。中低音喇叭的重量有973克，高音喇叭有180克。主板上的每一个插头都有打胶固定，这可以防止震动让它们松脱。这次吸音棉没有粘在喇叭上，用了2块足够大的独立吸音棉。主音箱指示灯的排线就是这样穿过这个小孔的。除了这个小孔，主副音箱的结构是一样的，从后面看也是一样的。箱体中间都有一个结构加强块。不过背板是塑料材质，但有很多的加强筋。我知道你在担心机械强度不够，会有低频共振。副音箱背板有201克，主音箱背板包含电源和主板有499克。主音箱的空箱体重量有1479克，副音箱的空箱体有1419克。副音箱的连接器有密封垫，保持箱体密封。PCB 上面也有密封盒，来确保 PCB 不会漏气。从截面看，背板是有足够的厚度的，实际测量有 3.3 毫米的厚度。这个厚度加上那些加强筋，是不容易产生弯曲和低频共振的。
电源模块依然有一块铜箔包裹，而且和主板的地线是导通的，这能有效地屏蔽掉电源模块发出的电磁干扰。电源模块和这2年发布的音箱结构是相似的，有良好的散热片，而且大体积的元件都被打胶固定了。PCB 背面的做工也是一如既往。主控芯片是 LD7750R， 是通家科技的 AC/DC 控制器。主音箱背后的多功能旋钮是一个旋转编码器。主板上所有会漏气的接口都用这个黑色盒子给密封起来了。所有与背板接触的面都有密封胶垫，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 N500 的密封是做得挺到位的。主板背面没有太多的电子元件，主要是2个功放的散热片。主板的正面左边这个是蓝牙 SoC， 型号是 JL7034A6， 在它的旁边能看到蓝牙的天线。中间这个是 TAS5805 功放芯片，右边这个是 TAS5822 功放芯片。总共4路功放，没有分频器，是电子分频的方式。从喇叭的开孔可以看到前帐板的截面板材是密实而均匀的，从背板的这个截面也能够看到它的质地。听我拆脚垫的声音，你应该和我是同样的感觉，这个胶粘得太牢了。脚垫是硅胶的材质，很有弹性，也很柔软。从切开的截面可以看到上下左右4个侧板，用料也是密实而均匀的。刚才我是用这个尖锐物去敲击侧板，只留下了浅浅的印记，这足以说明板材的硬度是比较大的。测量下来，中间的加强块有18毫米的厚度，右边侧板有12毫米，左边侧板也有12毫米，顶板有12毫米，底板也是12毫米，前帐板还是12毫米，背板的木质部分也还是12毫米，所以整个箱体的所有板材都是足量的12毫米板材。N500 我拆完了，你对它有什么评价？请在评论区告诉大家。好了，我是机电匠，我们下期见。